某天，在地球上空出现了许多孢子，它诞生的幼虫进入人体后，会寄生在宿主的头部，从而管理宿主的身体。就在今天，一位叫新一的高中生戴着耳机睡觉时，一只寄生生物的幼虫悄悄钻进了他的鼻子。但不巧的是，新一正好打了个喷嚏，把这寄生生物给喷了出来。被喷嚏打醒的新一也发现了这只寄生生物，还以为是蛇，拿起本子就要打蛇，却没想到寄生生物钻进了新一的右手，并沿着手臂往他的大脑爬去。他赶紧用耳机缠住了自己手臂，直到手臂涨红，这才将其阻止。父母听到声音赶来，这时寄生生物却已经消失不见了。第二天来到学校，新一一直觉得右手怪怪的，甚至不受控制的摸了同学李美的胸。感到疑惑的他向老师请假便回家了。回家的路上，新一看见了一个正在追求的小女孩就要被车撞上了，赶紧跑了上去，本能的用右手挡住了车，护住女孩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车子竟然被新一的右手给挡住了，手上也出现了一对眼睛，但很快就消失了。回到家，受到惊吓的新一认为寄生生物一定还在他右手，决定用刀来试一试。就在这时，右手突然变成了一只会说话的怪物。看到对自己说话的怪物，新一害怕的再次用刀对自己的右手插了下去，却被挡了下来。惊吓中，他询问起生物的来源，突然那生物却消失了，右手也恢复了原样。在充满疑惑的情况下，新一睡着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醒来的新一竟看到自己的右手在自个儿看书学习。经过了一番交谈，新一才得知，原来这生物的目的原本是入侵大脑，受到新一的抵抗后，只能寄生在其右手，靠吸取新一血液中的养分来生存，并且答应新一在自己睡觉时可以让新一的右手恢复正常活动。说完，生物便去睡觉了，右手也变回了原样。早饭时，新闻里播放着最近到处发生残忍的杀人碎尸事件，让全世界的民众充满恐慌。吃过早饭的新一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学校，而是决定去警察局报案，却不料被那生物发现了。可这时，生物突然感受到了自己的同类，想到还有其他人和自己有同样的遭遇，新一也一起寻找了起来。来到一个巷子里，新一发现里面正有一只狗啃食着另一只狗，这只狗的脸正是寄生生物的模样。这时，狗的脸变回了原样，竟开始跟新一的右手聊起天来。而此时的右手突然感受到一阵杀意，命令新一赶紧逃跑。躲到角落后，右手告诉新一，那是寄生生物即将攻过来，需要新一做好战斗准备。被寄生的狗长出了翅膀飞了过来，新一的右手也伸长到天空，多次闪避后，直接刺进了狗的身体，拿走了心脏。狗子摔在地上没了动静。经历了这场战斗，新一十分担心自己的性命，决定和右手和平相处，给他取名叫右。右也表示了诚意，在篮球比赛中帮助新一取得了胜利，也让李美刮目相看。比赛后独自来找新一，新一也借此表达了歉意，之前的误会一笔勾销，还邀请新一下周日一起吃饭。而这一幕被不远处爱慕李美的男生看到，要和新一一决胜负。新一担心右会上的同学被打得不敢还手，但没想到右擅自出手打飞了同学，将其吓跑了。新一回到教室后，发现同学们都在讨论最近全国发生的多起碎尸案，这让他不由产生了怀疑。回到家后，他询问了右，果然最近的案件都跟右的同族有关系。知道真相后，新一认为自己不能再坐以待毙，决定要把右送去切片研究。右当然不会同意，扬言要剥夺新一的视觉听觉。无奈下，新一只能放弃了这个想法。在右的思想里，捕食只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方式，而人类捕食一切物种才是真正的恶魔。嘴上也说不过，新一只好放弃了争辩，不安地走在街上。这时又感受到同伴的气息，为了避免战斗，劝新一赶紧离开。可这一次，新一决定去会一会这杀人犯。为了避免伤及无辜，新一来到一块空地。很快，这位右的同伴紫衣男出现了，并没有急着开打。紫衣男对着右提出可以帮忙杀了新一，再把右搬到自己身上，说着还切掉了自己的右手，以表诚意。见右有点犹豫，果断伸长了触手朝着新一的脖子袭来，却被右挡了下来，并且瞬间割下了紫衣男的头。看到右救了自己，新一对右多了一份信任。转眼间，和李北约定好的周末就到了。两人一块吃过饭后，路过一片沙地，看见一群男生把一只小猫埋在沙子里，并且还用石头砸。看不下去的新一去救下了小猫，这个举动让李美对他更有好感了，甚至主动牵起了新一的手。可他还是隐隐觉得现在的新一跟以前好像不太一样了。第二天早饭时间，新闻报道已经有84人被杀害，新一越发感到不安，没吃几口就放下筷子去上学了。可不巧的是，在路上又感受到了附近有同伴，两人一路跟过去，发现寄生兽竟然出现在了学校。为了不惊动对方，新一小心地搜寻着。而此时正在开早会的校长宣布，学校新来了一位老师梁子。在梁子上台后，又确定地告诉新一，他感受到的同族就是梁子。听到这儿，新一不自觉地看了梁子一眼，这一下也被梁子发现了。下课后，梁子主动前来邀请新一谈话。新一发现梁子似乎并没有杀意，便答应了邀请。放学后，他如约赶来，可又却感知到有2名寄生兽正在靠近，让新一随时做好战斗准备。没一会儿，就见梁子带着他的伴侣 A 来了。在聊天中，新一得知梁子已经怀孕了，孩子竟然是正常的人类，这也让梁子想要探寻人类的更多信息。可说到这儿 ，A 却提前离开了咖啡馆，并对新一产生了杀意。第二天 ，A 就独自来到学校，一边杀害着阻挡他的学校员工，一边四处寻找新一的下落。梁子和右都感受到了 A 的杀意，梁子躲到了远处，也要旁观这场战斗。学校也赶紧组织学生前去避难。
此时又提出可以利用周围的学生做肉盾，趁机杀死 A。听到这儿，新一想起了又自私的本性，可他自己不愿意伤害同学，决定独自等待 A 的到来。新一先用桌子把自己围住，又为了保护与自己共生的新一，无奈地递给他一个桌腿，让他作为武器藏在身上，以便可以出其不意地攻击 A。就在此刻，又突然感知到 A 就在他们的下方，战斗即刻展开。A 很快从楼下伸出了触手，直接从窗户来到了新一身边，猛烈地展开攻击，却被又接二连三地截下。而新一则趁机慢慢靠近 A。果然 A 根本没有意识到新一的存在，在又的掩护下，新一直接用桌腿朝 A 的心脏捅去。A 身受重伤，开始大出血。为了止血 ，A 只能把桌腿插穿了自己的身体，踉跄着离开了。又想要乘胜追击，可新一却下不了手，让 A 就此逃跑。身体已经用不了的 A 决定把自己转移到良子的身体里。早就想到这一点的良子，在 A 找到自己时引发了爆炸， A 死在了爆炸里，而良子则独自逃走了。这件事终于告一段落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学校重新复课，而想到杀害 A 的可能是良子，新一认为必须要杀掉良子，可连佑都不相信他真的下得了手杀死怀孕的良子吧。刚想到这儿，新一和良子便相遇了。未婚怀孕又说不清丈夫是谁的良子，在学校被指指点点。她告诉新一自己将放弃老师的身份，并且杀光学校所有人，接着就变成了寄生兽的模样，对新一发起了进攻，却从新一的眼睛里发现他已经和佑融合的迹象，觉得非常有趣，转身离开了。晚上，良子的母亲来家里找良子，而良子却非常冷淡，转身就要出门。看到女儿的表现，母亲渐渐意识到了眼前的人并不是自己的女儿，不断的哭喊着让良子把女儿还回来，并扬言要去报警。良子像碾死蚂蚁一样终结了他的性命。另一边，早上刚起床，新一惊恐地发现自己右臂不见了，原来又已经可以脱离新一的身体3分钟左右了。吃早饭时，新一的父母表示他们要出去旅游，新一很担心父母安全，强烈反对。直到晚上，新一听又说起了寄生兽一般出现在人多的都市，只对单独行动的人下手，新一这才放下心来。第二天，新一感觉自己的行为和佑越来越相似，这让他感到恐慌。在上学的路上，他看到自己的同学被人群殴，赶忙上去劝架，反而被对方毒打。紧要关头，一个叫佳娜的女孩出言制止，佳娜似乎发现了新一的不寻常，慌张地跑走了。放学后，新一和李美从学校离开，再次遇上了佳奈。佳奈看上去对新一很感兴趣，新一感到心虚，赶忙拉着李美离开了。没想到，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子此时突然袭击了新一，把李美强行带走。新一赶紧追过去，发现他们就是早上那伙打他的人。新一又被他们群殴，又准备出来帮忙，可新一不想被人发现佑的存在，连忙阻止了他。这次又是佳奈出现，制止了这伙人。同时，学校的伙伴也前来支持新一。这件事以一场群架而了结。之后，李美来到新一家里，帮他包扎伤口，两人的感情急速升温。新一邀请李美在自己家住下，李美害羞地拒绝了。送走李美后，佳奈出现在新一家门口，以道歉的名义握住了新一的右手。突然，新一感受到佳奈好像发现了什么，收回手就跑进了屋里。这时，又向他发出了警告，告诉他佳奈很危险，离他远一点。与此同时，在另一边，正在旅游的新一父母来到一座山上。就在他们享受自然风光时，突然新一母亲的身后出现了一只寄生兽，急需更换肉体的寄生兽残忍地杀害了母亲，并占据了肉体。父亲被眼前的景象吓住了，也被打成重伤，一路逃到电话亭，打电话给新一，让他赶紧报警，别生死不明了。接到父亲电话后，新一十分不安，但又因为不知道父母的位置，只能干着急。就在这时，又感受到了同类的靠近，新一拿起刀准备迎接战斗，却发现开门进来的是自己的母亲。新一知道母亲已经变成了寄生兽，可他还是不愿意相信，骗自己眼前的人就是母亲，不断的向母亲回忆着过去的事情，这让被寄生的母亲感到厌烦，直接刺穿了新一的心脏。新一失去意识倒下了，危急关头又只能将自己和新一的心脏融合，这才使新一的心脏重新开始跳动。在佑的精心照顾下，不久后新一终于清醒了过来。刚醒来，电话铃就响了，原来父亲还活着，现在在医院接受治疗。想到变成寄生兽的母亲可能还会去伤害父亲，新一赶紧前往医院。而此时，刚醒来的父亲正在告知警察妻子被杀害的事实。警察疑惑地表示妻子还活着，但父亲知道那已经不是新一的母亲了，觉得十分痛苦，不知如何对新一解释，只能对新一撒谎说母亲行踪不明。不过新一早已经知道事情真相，他发誓要为母亲报仇。为了保护父亲，他住进了离医院不远的旅馆，以便寄生兽出现时可以及时去救父亲。此时的新一还不知道，从心脏融合开始，他的听觉、感知和身体机能慢慢的都变得比人类强烈了很多。而佑也告诉了新一，自己在融合后每天都要睡眠4小时，与以往不同。这4个小时，佑将完全感知不到同伴的位置，这也成为了他们的致命弱点。这天，新一像往常一样在医院门口蹲守寄生兽的身影，突然又感受到了海边位置有寄生兽出现。新一立即冲向了海边，发现楼梯上有一个坐着的身影，立刻大喊着不许动，便冲了上去。遗憾的是，这位并不是杀害新一母亲的凶手，而是另一个被寄生但仍旧保留人类意识的雨天。雨天告诉新一自己的故事。原来雨天结婚刚1年，妻子就离开了他。他站在悬崖上想要自杀，却没有自杀的勇气。这时寄生兽钻进了他的脖子，慌乱下他失足从悬崖落进了水里。
本想要往大岛爬去的寄生兽发现雨田已经停止了呼吸，为了自救，只能和雨田的身体融合，让雨田的嘴伸出水面可以呼吸，他也因此得救了。新一也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雨田，听完后，雨田决定帮助新一打倒那只寄生兽。晚上回到旅馆，又才发现新一因为心脏融合，他的体内已经有一部分鼬的身体。新一这才意识到自己不论是跑步的速度还是弹跳都远超人类，甚至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哭过，想到自己可能已经不是人类，新一情绪非常低落。第二天，雨田在路上无意间发现了这只寄生兽，赶紧打电话给新一，两人约定在海边见面后，雨田把寄生兽往海边引去，却很快被追上。交手中，雨田被刺中心脏，昏迷了过去。新一才终于赶到，可又却在此刻突然陷入了沉睡，只给新一留下了变成刀子的右手。新一决定用自己的力量为母亲报仇。现在的新一不管是速度还是判断都与之前不一样了，很快接下了寄生兽的第一波攻击，这也让寄生兽感到不可思议。这次轮到新一发起进攻，快速冲上去的他割伤了寄生兽的腹部，没等寄生兽反应，新一再次冲上去，瞄准他的头，挥动手里的刀，在寄生兽严密的防御下，终于命中了一次，寄生兽也随之倒下。当新一准备最后一击把寄生兽从母亲身上分离时，寄生兽下意识用母亲的手想挡住攻击，看到母亲的手，新一犹豫了，也因此错过时机被打倒在地。就在这时，雨田一刀把寄生兽从新一的母亲身上分离，寄生兽枯萎而死，事情也终于告一段落，新一也重新回到了学校。但麻烦并没有结束，之前的混混又来到学校找新一，可新一已经和以前不一样了，他精准地躲开了混混的所有攻击。直到李美听到消息赶来，李美也察觉到了新一的变化，这时她感到了莫名的不安和恐惧。这天，两人放学走在路上时，听觉变敏锐的新一感受到了求救的声音，跑过去才发现是一只被车撞到快要死去的小狗。新一抱起小狗来到公园，李美也在这时告诉了新一自己的不安，可新一并没有反应，只是起身把死去的小狗扔进了垃圾桶，这彻底激怒了李美，跟新一大吵了一架，生气的跑走了。意识到自己好像变了，新一拿出小狗的尸体重新埋在了树的下面，认为这会让李美开心一点。来到学校准备找李美和好，又却在这时再次感受到了寄生兽，不过却没有感受到杀意。新一决定跟对方见一面，而这位叫秀学的转学生其实是梁子派来观察新一的寄生兽。他向新一表明了自己只想和他做朋友，并且已经很久没有伤害过人类，正在学着如何和人类共存。当然，新一和佑并不完全相信，对话还没有进行完，佑突然提出要进入睡眠状态了，这个弱点一定不能让其他人得知。放学后，加奈在校门口等新一，能感受到寄生兽存在的加奈却认错了人，他感受到的其实是秀雄，这让秀雄感到奇怪，决定把加奈带走问清楚，却被赶来的新一拦下。加奈也借害怕为由，让新一送自己去车站。这一幕却被李美看见了，这下两人的感情危机又加重了。加奈在回家的路上告诉新一自己能够感受到新一的位置，而新一却告诉加奈这是只有危险的人才会发出的信号，自己也很危险，让加奈不要靠近自己。第二天到了学校，一直关注着新一的秀雄察觉到某些时候佑的反应会极其微弱，这让他非常困惑。转眼时间到了下午，新一发现警方正在根据父亲的描述画着寄生兽的样貌。警察走后，父亲也终于告诉了新一母亲死亡的真相，当然新一早就知道了。另一边，新一的同学玉子渐渐地喜欢上了秀雄，因此暗中观察他。突然朝着秀雄飞来的一个棒球砸中了他的头，可头只是凹陷下去一块，并没有流血，这让玉子发现了秀雄的脸是假的，感到无比震惊。放学后，玉子决定跟踪秀雄，发现秀雄先是换了衣服，然后竟然改变了自己的容貌。玉子似乎明白了秀雄的真实身份。回到家后，玉子问起了自己的警察哥哥最近调查的怪物情况，更加确信秀雄就是怪物。思考再三，玉子决定尝试与秀雄沟通，劝秀雄离开学校，不要杀人。秀雄眼看自己的身份暴露，决定杀人灭口。优也在此刻感受到了同类的杀气，看着玉子的座位空着，赶忙离开了课堂。而此时，玉子因为太过害怕，情急之下将准备好的硫酸扔给了秀雄，这使秀雄感到头痛不已。玉子也趁机爬到了窗户外边，秀雄向玉子伸长了触手，无奈之下，玉子只能从楼上跳了下去，幸好没有大碍。硫酸的腐蚀让秀雄的意识四分五裂，开始四处猎杀老师和学生。老师们赶紧组织学生撤离，但李美所在的班级却被困在了学校里。新一得知后，悄悄潜进了学校，从右那儿得知了李美的位置后，一路赶了过去，看到了遍地的尸体，他的内心开始感到崩溃。幸好有佑的帮忙，才慢慢变得平静，继续寻找秀雄和李美。没过多久，他在走廊的角落里终于看到李美，被吓坏的李美一把抱住新一，开始痛哭。感受到秀雄接近的新一抱起了李美，用自己惊人的弹跳从窗户跳了出去，顺利救出了李美。可事情并没有结束，警察来到学校开枪射杀秀雄却毫无作用，新一没办法，只能自己动手。感受到秀雄在顶楼的天台后，他爬上了对面的天台，利用佑的力量拿起石头朝秀雄扔了过去。巨大的冲击力让石头直接穿过了秀雄的心脏，使其死亡。事情也总算告一段落。而新闻上，警察只是用吸毒导致杀人来隐瞒事情的真相。此刻的警察厅也在就寄生兽展开激烈的讨论。会上一位教授告诉了大家一个能够区分人和寄生兽的方法，那就是拔掉伪装成人类的寄生兽的头发，这会使寄生兽在挣扎几秒后细胞分离死去，并在没有公布寄生兽存在的情况下，仅仅只是公布了这个识别方法。
不久后互相拔头发，成了大家打招呼的流行方式。这天晚上，佳奈梦见了自己被怪物围困，是新一救了她。醒来后越发觉得新一就是自己的真命天子，于是来到新一的学校等新一放学。对新一的身份一直有所怀疑的他，见到新一后果断拔下他的头发并保存了起来。新一也再次警告佳奈，如果以后感受到所谓的心电感应，就一定要远离那个地方，会很危险。佳奈却不以为然。两人一起的画面又一次被李美看见了。新一离开后，李美和佳奈聊起了新一的变化，而佳奈却没有任何感觉。与此同时，寄生兽们好像也在盘算着什么。这天，一只神秘的寄生兽仅仅为了测试战斗能力，独自一人闯入了黑帮基地，残忍地掠杀了所有人。新一在新闻上也看到这个消息，怀疑此事也和寄生兽有关系。转眼假期到了，新一邀请李美出来玩。即使现在自己的身体里有一部分是铀，但他还是感觉到自己喜欢李美。分开的时候，新一亲吻了李美，这一幕被佳奈看见了。难过的佳奈晚上给新一打电话，想要最后与新一见一面，新一也答应了。提前来到等候的地点，又却突然发现有一群寄生兽的气息，新一赶紧赶了过去。这群寄生兽团伙竟然在竞选市长，而佳奈也在这个时候感受到了寄生兽的气息，赶来这里。新一想到佳奈对自己的劝告屡次不听，担心他迟早会出事，准备告诉他自己和寄生兽的秘密，却被前来找佳奈的混混打断，只能离开。当天晚上，佳奈又感受到了寄生兽的存在，抱着可能是新一的心态，独自去寻找，却发现是其他人，匆忙离开，所幸没有发生危险。第二天，新一趁又睡着时再次和佳奈见面，这次他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佳奈，可佳奈却丝毫不相信。新一只能约定下次让铀现出原形。回家后，新一在新闻里看到了寄生兽团伙中的广川成功当选市长的消息，非常惊讶。可他现在更担心的还是佳奈。又醒来后告诉新一，佳奈的能力增强了，已经可以释放信号吸引寄生兽，这让佳奈处在了更危险的境地。新一只能马上联系佳奈，约定明天让铀出现。到了约定的日子，佳奈向新一证明自己感受到的气息只属于新一，再次通过气息寻找到了新一。但不幸的是，这次佳奈看见的是正在啃食人类的寄生兽。佳奈赶紧逃跑，却被寄生兽发现，并且打伤在地。起身准备逃跑时，佳奈看见了新一，以为自己终于得救了，可突然寄生兽刺进了佳奈的心脏。看到眼前的景象，愤怒的新一直接冲向了寄生兽，在铀的防御下，徒手拿下了寄生兽的心脏。新一回到佳奈的身边，可已经晚了，失血过多让佳奈最终死在了新一的怀里。在佳奈的葬礼上，警察也盯上了新一，毕竟寄生兽死亡的现场非常惨烈，警察怀疑是寄生兽间的内斗，而新一正好在现场安然无恙。回到学校后，当大家聊起佳奈的死时，新一却表现得异常冷漠，这让玉子和李美难以理解。而新一的存在也引起了广川一伙人的关注，那位老师梁子也在这个团队。和大家说明了新一的情况后，广川命令梁子对新一进行调查和研究。梁子派了侦探对新一进行跟踪。此时梁子的孩子已经出世，他对孩子没有丝毫感情，只想等孩子快点长大，从而进行研究。新一想要唤醒自己人类的情感，于是在夜里前往了佳奈死掉的废墟，不料被跟踪的侦探拍到了铀的存在。发现侦探的铀连忙展开攻击，却被新一阻拦，让侦探顺利逃跑了。这下新一的身份随时可能暴露，两人拿起了侦探掉落的录像，回到家仔细分析侦探的来历。因为侦探的事情，这一天新一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。到了晚上，新一约了李美聊一聊，想要平复自己的心情，可李美却主动询问新一，他最近到底遇到了什么。新一刚想说些什么，铀却恰好醒了过来，想到新一可能会透露自己的信息，又变成了武器来提醒新一自己可能会杀了李美。见状，新一只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。李美没有得到回应，认为自己没有受到信任，难过的离开了。之后，侦探还在继续监视新一。新一思考再三，决定找来之前的同伴雨田帮忙。告诉了雨田发生的事情后，两人商量着先活捉侦探。此时，侦探正在向梁子汇报自己看到的情况。梁子让侦探不要再继续调查，但侦探还什么都没搞明白，当然不同意了。慌乱中，侦探起身撞到了桌子，摔倒在地。没想到这滑稽的样子，竟然梁子拥有了人类的情感，学会了大笑。第二天，一心想要做出一番事业的侦探，并没有听从梁子的话，依旧跟踪新一，却被雨田和新一抓住。新一将寄生兽的事情托盘而出，希望侦探可以保密，同时告诉了侦探他的委托人梁子是寄生兽的事实，这让侦探感到了害怕。没想到没多久，梁子就主动联系了新一，两人在一所大楼的楼顶见了面。梁子询问新一他和铀的融合过程，提出想要交换情报，他想要与人类共存。新一当然不同意了。感受到新一一生憎恨寄生兽，梁子猜到了新一母亲被杀的事，不禁笑出了声。气愤的新一想要与梁子对决，没想到梁子却举起了手中的孩子充当挡箭牌，孩子的哭声惊动路人，梁子这才平安离开。此时侦探这边回忆起新一的话，决定让同伴跟踪梁子的行踪，却没想被其他寄生兽发现。联系不上同伴的侦探只能去寻求新一帮助，两人一起来到了同伴失踪的地下车库，却什么也没发现。就在此刻，又感受到了寄生兽的接近，大家赶紧躲了起来。这时一位寄生兽带着自己的女性猎物来到这里，新一担心女神的安全，赶紧跑出去让女神逃走，可女神还是被寄生兽杀死。于是两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，却一直势均力敌。持续了无数个回合后，终于新一和铀切断了寄生兽的腿和胸口，寄生兽也随之倒下。
就当大家以为战斗结束时，寄生兽突然又冲了过来，索性被又拦下，这才结束了战斗。而这一切也被侦探全部录了下来。看着女生的尸体，又察觉到此地是广川为寄生兽组织准备的食堂。这样一来，新一就成了广川集团的头号敌人。由于对手太过强大，新一深知自己打不过，决定拿着侦探派下的证据去找警察说明所有情况。鼬当然极力反对，而对寄生兽感到非常恐惧的侦探不想再插手此事，把储存卡交给了鼬销毁。无奈之下，新一只能靠自己和鼬的力量逐一打倒他们。地下车库的事情很快被广川知道了，决定派出一位叫后藤的寄生兽会一会新一。这时却有一位叫三木的寄生兽请求出战，与新一展开决斗。这天，新一正在考虑具体的作战计划，突然又感受到了3个寄生兽在靠近，并且带着很大的杀意。新一思考再三，还是决定战斗。为了战斗，他离开了学校，准备逐一击破。可就在这紧要关头，鼬却突然睡着了。新一现在必须要凭借自己的力量撑过4个小时，于是他立马搭上车前往离城市很远的地方。下车时时间还有2个小时。这时突然一辆出租车停了下来，有所警觉的新一看见下车的人只有一个，这才放松下来。直到此人与他搭话，感到不妙的新一才立马逃跑。搭话男也立马追了上去。路过的司机看到新一一直在跑，好心的捎上了新一。感受到4个小时差不多过去后，新一感谢着司机便下了车。当新一终于松了一口气时，搭话男突然从另一辆车跳了下来，再次出现了。新一赶紧呼喊鼬，刚醒来的鼬感受到3个同伴的气息，赶忙变成了战斗状态，却只发现了1人，这才明白搭话男的体内存在着3个寄生兽，而此人就是广川派来的手下三木。面对这种从未见过的新型寄生兽，新一有些招架不住，只能赶忙逃跑。所幸三木跑得并不快，新一甩开了三木后，赶紧和鼬商量对策。可很快三木便搭车追上，新一只能试着进攻三木看上去没有被寄生的弱点脚。数次尝试后，好不容易割伤了三木的腿，却发现他的腿竟然也不是人类的。新一只能继续逃跑。这一次他跑进了树林里，而鼬也终于想明白了三木的弱点是头部。在鼬的指示下，新一在树林里设下了埋伏，终于割下了三木的头。本以为已经斩杀了三木，但他的头部竟然重新长了出来。原来三木的身体里有着足足5只寄生兽，三木只能控制其中3只，只有现在出现的这位叫后藤的寄生兽才能完全统一5只的意识。后藤的进攻可比三木强劲很多，新一完全挡不住，只能搭上车子逃跑。可后藤把自己的脚步强化，速度竟然追上了车子。情况紧急下，又偷偷操控了车子，使对面的行车撞飞了后藤，这才顺利逃跑。同一时间，另一边的侦探深夜回到家，发现妻子和女儿惨死在家中，只能向警方提供了有关寄生兽的线索。侦探的事情也被新闻报道了出来。新一看到后非常担心父亲的安全，立马联系了父亲，告诉父亲怪物可能会来家里的消息，让父亲赶紧离开。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，父亲并没有多问，而是选择相信新一，住进了酒店。这时从警察局出来的侦探决定潜入良子家为家人报仇，可刚到家门口的良子却没有回家，因为他感受到了同伴的杀意，决定前去一探究竟。原来组织里有一些寄生兽把良子视为眼中钉，并怀有杀意。面对3人的围攻，良子迅速转移到了结构复杂的施工楼里，把自己的身体一分为2，一部分逃跑，另一部分钻进了一个敌人的身体。最终这位敌人的身体爆炸而死，良子那一部分身体又钻进了另一位敌人的体内，被仅剩的寄生兽所杀。这时良子突然从后方出现，果断地解决了最后一位。终于平安到家后，良子这才发现自己的孩子被侦探劫为了人质，要求在公园与良子见面。随后良子闯进了新一家里，用电话通知了新一同一时间在公园会面。离开时却意外地遇到了前来找新一的李美，简单聊了几句后，良子便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因为新一还是没有去上学，李美非常担心。上学的路上，她无意间看到了新一在公交车上，赶忙追了过去，却跟丢了。就在这时，李美发现了良子，感觉奇怪的李美一路跟着良子来到公园附近。良子发现了李美，很快便甩开了她，独自去见了侦探。一番对峙后，侦探抱起了孩子，假装要从高处扔下去。这时良子的母亲觉醒了，立刻杀死了侦探，她也被自己的行为吓了一跳。一路跟踪侦探的警察也在这时赶到公园，开始对良子展开搜索，而新一在这时找到了良子。良子真诚地告诉新一，他觉得人和寄生兽可以和平相处，并奉劝新一远离后藤。就在这时，警察赶来了，把2人团团围住。确认新一是人类后，警察只对良子开了1枪，子弹却被良子接下。警察完全不管良子手中孩子的安危，持续朝良子展开了射击。为了保护孩子，良子没有丝毫反击，流着血把孩子送到了新一手上，自己却倒下死去了。新一看到这一幕，深受触动，终于再次拥有了人类的情感，大哭了出来。李美也因为听到了枪声赶了过来，看到流泪的新一，李美终于感受到了曾经的新一，他回来了。然而新一这次却被警方带走，他屡次出现在寄生兽杀人现场的经历引发了警察的怀疑。警方带来了拥有鉴别寄生兽能力的杀人犯，鉴定新一的身份。刚看到新一时，杀人犯的确感到了异常。幸运的是，鼬这个时候恰好睡着了，这让杀人犯以为之前的感觉都是错觉，新一也因此洗清了嫌疑。这一次，政府终于有所行动，准备进行一场庞大的作战计划，并邀请了新一作为寄生兽的目击人提供意见。不久后，作战正式开始。特种部队包围了市役所，并叫来了有鉴别能力的杀人犯和新一待命，也利用 DNA 检测的技术装置展开识别。果然很快就发现了一只寄生兽，立刻趁机不备击中了他的心脏。寄生兽挣扎了一会儿便死去了。
可随后这些寄生兽们似乎发现了什么，警方用技术没有发现任何其他寄生兽，无奈之下派出了杀人犯前往市一所。而此时的市一所有员工提出要去避难，警方同意后将几人带了出去。杀人犯刚好路过，发现他们都是寄生兽，赶忙让警察开枪射击。这一幕让民众开始混乱，隐藏的寄生兽们也趁机发起进攻。在混乱中，警察错杀了人类。看到这一幕的民众开始害怕的不敢说话，这才让混乱平息。作战计划可以说进行的非常顺利。在杀人犯的帮助下，警察接二连三的消灭了寄生兽，直到杀人犯看见了后藤，一股异常感让杀人犯害怕的逃跑了。特种部队立刻向后藤开枪，没想到后藤却毫发无伤，紧接着便开始反击，这组所有队员全军覆没。另一个小队此刻也包围了广川，而广川告诉了大家他的想法，他一直受困于环境保护落实困难以及城市人口拥堵问题，所以想要借寄生兽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此时的广川已经沉浸在环境保护中，逐渐偏激起来。这时特种部队开始向广川射击，很轻松的广川就被扫成了筛子，当场死亡。令人意外的是，领导寄生兽的广川竟然是人类。正当他在错愕之时，后藤找到了这群特种部队，很快便杀死了接近一半的人，并举起了人类充当挡箭牌，而特种部队却毫不手软继续射击，后藤依旧毫发无伤。无奈特种部队只能往楼顶撤退，想要在对自己有利的宽敞地方还击。可当队长跑到楼顶时，却发现除了自己，所有人都已经被干掉。随后队长当然也不例外，很快就被后藤了结。而此时的杀人犯也趁机逃出了包围圈。后藤在残忍杀害了所有人后，突破了包围和新一相遇，这让新一感到十分害怕。警察也很快包围了过来，但后藤现在无心恋战，对新一表明了自己的杀意后溜之大吉。新一回到家后感到十分恐惧，想着又商量对策，又却在沉睡状态。一想到这个时候如果后藤出现，自己会直接被杀死，新一开始对所有人感到恐惧，只能前来找李美求安慰。在李美的安慰下，新一重新鼓起了勇气，并与李美发生了关系。很快第二天一早，又就感受到了后藤的追杀，新一不得已只能开启了逃亡的旅程，又偷了一辆汽车，两人向他们有利的深山里逃去，后藤也紧追不舍，两人只能分开行动，以确保新一的身体不受伤害。于是新一躲了起来，而右则偷偷接近后藤，寻找后藤的弱点。找准时机，右命令新一拿带火的木棍投向了后藤，让后藤受伤了，又趁机冲上去想要砍掉后藤有弱点的头部，可却砍得太浅，没有切断。新一赶紧跑来帮忙，却被右制止，又决定舍弃自己为新一争取逃跑的时间，与后藤展开了战斗。失去了右的新一悲伤的往村子里逃去，途中遇到了一位和蔼的老奶奶，暂时住了下来。独自生活的奶奶让新一对外人声称是自己的外甥，因为镇上最近经常有奇怪的事情发生，被当成外人的话会很麻烦。原来最近经常有人在村子里倾倒垃圾，还放火焚烧，差点引起山林着火。村民轮流看守了好几天，却还是毫无结果。村里的每一个外人都会被村民怀疑。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，新一依旧没有右的下落，决定回到父亲身边。这天，新一向奶奶告别时，村民突然找上门来质问新一的身份，声称在山林里有怪物出现，把人类分尸。新一想到一定是后藤，为了不让更多无辜的人受到伤害，他不顾奶奶的反对，只身一人拿着柴刀前往山林寻找后藤的下落。很快，新一就找到了后藤。此时的后藤正在睡觉，因为没有右在体内，后藤完全没有察觉到新一的存在。于是新一悄悄靠近，举起柴刀，可刚准备砍下去时，却被后藤发现，只能赶紧逃跑躲起来。万分紧急之时，新一用人类的智慧想到了后藤的弱点是后颈，于是爬上了树，找准时机从上方利用身体的重量把树枝插进了后藤的后颈，却在空中被后藤一手抓住甩飞了出去。后藤告诉新一，此刻的右已经成为了自己的一部分。愤怒的新一一拳朝后藤的胸口打去，当然这毫无作用。后藤也学着把手变成了人类的模样，同样一拳朝着新一打来，新一直接飞了出去，摔倒在垃圾堆里。束手无策之际，新一突然想到了后藤身体铠甲的缝隙，拿起垃圾堆里的铁管就攻击后藤的腰部，趁着后藤受伤迅速逃跑。后藤拔出了铁管，愤怒地追了过来，可他身体里的寄生兽因为铁管里的毒素而四分五裂，不再听从后藤的指挥。右也趁机回到了新一体内。后藤认为新一不可饶恕，用自己全部力量冲了过来，可还是没有打过右。随着身体的爆炸，后藤彻底倒下了。右和新一来到垃圾堆，原来这里的所有垃圾都因为燃烧而含有剧毒。突然又感受到了后藤想要复活，两人赶紧回到了后藤这里。果然，后藤的大脑在拼命地召集其他部位，他有50%的概率会复活。如果复活，杀戮就会不断。于是新一和右认为应该彻底杀死后藤，可这一次又提出想让新一动手。新一回忆起曾经发生的事情和良子的话，决定放弃。对于人类来说，后藤是一个危害，可对于地球来说，他可能是有益的，所以决定将后藤的命运交给上天，转身离开了。可右的一番话又让他意识到地球是没有感情的，而人是有感情的，自己必须守护家人，便回头拿起柴刀对着后藤裸露的心脏砍了下去。从那之后，人类很难再见到寄生兽的踪影，右也决定陷入沉睡状态，在梦里对新一道了别。早上醒来，新一非常难过，他早就把右当成了朋友。那之后，新一的世界也回到了往常，因为陷入寄生兽的世界根本没时间学习，本该考大学的新一成为了复读生。
后来有一天，曾经逃脱的杀人犯跟踪新一和李美，他对新一充满了兴趣。新一发现后连忙追了上去，可此时杀人犯绑走了落单的李美，把他带到天台。在天台，他们遇见了好心帮忙的情侣，杀人犯却毫不犹豫地杀死了他们，这让李美害怕至极。就在这时，新一也追到了天台，杀人犯想让新一承认自己体内混杂着寄生兽。李美此刻也终于明白了新一胸口的伤是如何来的，却只是让新一去叫警察，并争夺了起来，大喊杀人犯才是怪物。这让杀人犯对李美也充满了兴趣，准备动手。新一眼见不妙，赶紧冲了上去，打趴了杀人犯，可李美却被推下了楼去。这时又突然醒来，救下了李美，两人这才松了口气。警察也匆匆赶来，为这所有的一切画上句号。到这里就是寄生兽的全部内容了。我们每天淡定地吃着动物的尸体，浪费着数不尽的食物，以及太多为了满足私欲的杀戮。反观其他生物的杀戮却仅仅为了生存。对于他们来说，我们人类何尝又不是寄生兽呢？一口气看完系列，麒麟还会继续制作。喜欢该系列的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麒麟，你最想听的是哪一部经典制作呢？最后，你的点赞和关注是该系列继续更新下去的动力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